成功的男人都是不认命的，认命的都被社会训归了啊！就是现在有很多兄弟，说实话，就是他的怨气蛮重的，会在评论区说什么“泡妞还得有钱呢啊，有钱什么东西得不到啊，有钱什么样的姑娘找不到啊”，而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思维，哎，太可怕了！就是他一边知道得有钱，一边呢又习惯性的摆烂，习惯性的失败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扭转，这辈子基本上就毁了。美国有一个著名的跳蚤实验，就是跳蚤本来是可以跳很高的，20公分、30公分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你拿一个10公分的这个高度的杯子，然后给它盖上盖子的1个星期以后，你会发现这些跳蚤啊，它怎么都跳不过那10公分了。因为它在不断的往上跳的时候，一直在撞头，一直在碰壁，所以它也不敢再跳那么高了。这跟兄弟们是一样的，失败了碰壁了，就会在心里去设置一道无形的枷锁，一套无形的规避风险的方案，来压制自己的天性，来收敛自己的锋利。OK， 那我为什么知道这群兄弟是失败的那一群呢？因为真正有 money 的人知道，有钱也不一定能够找得到自己喜欢的小美。OK， 再话说回来啊，那为什么这群兄弟们你们会被压制住？为什么跳蚤知道那个只是个杯子，他还是就是跳不出去呢？对吧？因为他不敢，他冲破枷锁的唯一方式就是把杯子撞翻，对不对？结果撞得头破血流了，就这个杯子还纹丝不动。这其实跟人是一样的，明明知道自己有问题，也知道方法，但是还是无法改变。你害怕承受改变的成本，你也害怕改变最后也是失败。就像我如果去跟这个跳蚤说，现在有2个方案啊，我能够帮你去突破限制。第一，你就拼命的往上撞，如果还有那个盖子呢，你就把它撞翻，如果没有那个盖子呢，那它可能你是不是就出去了啊？但是这样做确实会有死掉的风险。那第2个呢，就是找一个开关，轻轻一按，哎，杯子就开了。那如果是你会选哪个？我敢说90%的兄弟都会去选择第2个方案，因为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，你下意识的去选择了那个相对安全并且能够保护自己的方案。但是我告诉你，那个开关根本就不存在。像网上很多人会教你话术，教你所谓的撩妹技巧，教你什么10句话就能让这个女生回头，教你什么3句话就能搞定一个女生，甚至还教你说什么不花1分钱就能够追到10个妹子。你说白了，你心里真的觉得现实吗？肯定不现实。你不过是找一个心理慰藉，你就像是在那个沙漠里面渴得快要死了的那个人啊！一旦有人跟你说你继续往前走就有水了啊，你不信也得信，因为你太渴了。所以他们其实就是在利用你的求稳心理去消耗你们的金钱和时间。这也是为什么焦哥一直跟你们讲，弱者才会去钻研情感和技巧，而强者只教你们识人心。因为我天天让你们改变，你一定是很痛苦的，你会反感的。而如果我直接告诉你说，你只需要说什么话，你就能拿到什么样的结果，你就会去照抄，对不对？这是为什么网上那么多的情感博主他们带你拿不到结果的原因。能拿结果的事情一定是有风险，而且是痛苦的，就像创业是一样的，不仅有风险，你的整个过程太痛苦了，甚至还会负债，对不对？最后你就甚至都有可能那么1-2个月、2-3个月的都是1分钱都赚不到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端那么多兄弟直到现在一个差评都没有，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给他们赋能的不是技巧，而是人性，而是认知。而且你们会发现真正的强者他是不受限制的，思想永远都是自由的，他不会把玻璃杯当回事儿。他们在跟女人聊天的时候是敢于直接去说什么过来我抱一下，过来亲我一下，但是你不敢，你是被玻璃杯罩着的，你怕女生说你流氓，怕她说你下头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人愿意当舔狗去讨好女人，有人愿意去学那些所谓的撩妹技巧话术，因为他们觉得讨好女人这条路更安全，学习话术没有成本。当然了，焦哥肯定也很理解你们这个心理，毕竟我说了嘛，人性都是趋利避害的。但是踩过坑的兄弟知道，这样的做的话就是你这样去学习的话，你永远拿不到结果，你的内核没有真正的得到提升，你永远都是在杯子里打转。那怎么做才能够真正的改变呢？怎么做才能够突破限制拿到结果呢？2个字，挑战。一个男人敢挑战别人，挑战自己，那大概率都是会成功的。因为限制你的从来不是条件，而是你自己的恐惧。就像人人都羡慕马云，都想成为马云，但是如果真的把他的人生换给你，你又真的愿意吗？他创业前几乎是没有人能看得上他的，他面试失败，对吧？孩子以前还兜过老刘，钱都给花光了，结果人也没有救回来。
你说这样的人生，你真的看到了那些痛苦的时候，你真的想要吗？有兄弟可能会说，我要啊，我当然要了，就算他以前痛苦，但他现在有钱啊。你只想要别人好的那一部分，你在承受那些痛苦的时候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上爬，甚至你都压根不敢再继续付出代价了，知道吗？所以其实你可能会有无数个成功的机会，无论是撩妹还是事业，只是你怕了，你畏惧了，或者说你遇到你认知的局限了。强者永远都明白一件事儿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而弱者在想，这哪天天上能掉馅儿饼啊？就比如啊，同样的项目干这个呢，能成啊，你能赚2000个，但如果亏了，你可能得赔500个。那弱者的思维是赔500个，那我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去做。但强者看到的是什么？2000个呢，干，老子不吃不喝都得干。感受到没有？这个就是认知的差距，也是挑战，喜欢去挑战的一种威力。那说回感情上，其实一个道理啊，你只看到了渣男身边的小美、顶美，各种美，对不对？但你没有看到渣男在前期搭讪被拒的时候的狼狈，你没有看到他在各种受情伤的时候的那种悲伤，他只给你展现了他的亮丽的那一面，你没有看到他是如何成长过来的啊！你没有看到他这个时间管理大师，哪怕只睡5个小时，他都要去健身，都要把穿搭搞好，都要去练口才。所以敢挑战自己，敢去改变自己的人，才具备成功的条件。不管是泡妞还是搞钱，都是一样的道理。好与坏是共生的，你放弃了坏的部分，就等于是放弃了更好的那部分。兄弟，你们如果受不了惨痛的代价，凭什么能够得到财富、爱情这些好东西呢？还是那句话，弱者钻研情感或技巧，交割待强男使人心。下期见。